朋友们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一，欢迎来到远见快评，我是唐晋远。中国人呢都很熟悉一句话，叫做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朝鲜没有爆发疫情的时候呢，中共一直都在猛烈攻击整个国际社会的抗议啊，说你这是躺平，是不负责任。言下之意呢，只有中共的这个封城一刀切呢，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才叫做积极有为，才叫负责任，对吧？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中共最尴尬的是呢，在经历了这个感染爆发高峰以后啊，朝鲜这个全世界公认的最差生，也终于要交卷了，而且这个成绩呢看上去还很不错，所以呢这就出现了一幕非常滑稽的画面，就是全世界都已经交卷完毕，离开这个考场了，那么要么就在喝咖啡了，要么就是在埋头准备下一场考试的时候呢，只剩下了利害国独自在这个考场上还在张牙舞爪的这个左右互搏，是要和看不见的病毒斗到底。朝鲜这一次这种原生态式的防疫的模式呢，它可以说引发了全世界的极大关注。尽管疫情凶猛，但是朝鲜呢依然没有回应拜登提出的说援助你们疫苗的这个建议，而是在自己的官方媒体，比如说劳动新闻上是公开的建议说，对于病情不严重的人呢，可以服用像什么生姜水啊，还有金银花茶啦，还有柳叶等等这些饮料。如果说你要连这些东西都没有的话，你就多喝热水，都可以缓解一些奥密克戎的症状，比如说什么喉咙痛啊，还有咳嗽等等。而且这个朝鲜官媒还曾经采访了一对夫妇，作为一种示范，而他们给出的建议是什么呢？仅仅就是说你早晚用盐水来漱口。如此简单但是并不粗暴的抗议的这种方式呢，可能是这个武汉疫情爆发以来全世界仅有的这么一个例子了。那么这个例子现在的效果究竟如何呢？根据朝中社今天最新的消息朝鲜昨天新增的发热病例是超过了18.6万例，累计它的整个个案总数已经达到了264万人，而最终呢只有67人死亡，它的死亡率呢只有0.003%左右。而且这个朝中社的报道还宣称说，朝鲜的疫情已经趋于稳定了，由初期急速的增加呢，转为减少的一个趋势了。这个康复的病例已经超过了200万，死亡的病例也明显的减少，大部分地区这种疫情是明显得到了控制，而且将会持续的调整这种防疫的政策，放宽全国范围内的封锁和隔离的措施，以促进经济活动。所以大家也看到吗？就连朝鲜这个在大众的概念中它几乎是没有什么经济活动的国家，他都知道要放宽隔离来恢复经济活动了。那中共的尴尬呢，就是可想而知的。因为这就等于是这个班里的最差生呢，都不屑于抄你这个自认抗疫最厉害的第一名的作业。这种打击呢，它不但伤害性极大，而且侮辱性极强，对吧？我们此前就说过了，就说朝鲜的防疫呢，它将会是中共一个绝佳的对照。朝鲜的共存路线呢，它会让习近平那个所谓的制度优势，或者说治理能力的优势的说法，就完全成为一个笑话。集中力量办大事，它就完全变成了办蠢事。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我们再来观察中共高层政治的这种风云诡谲呢，可能就会有一个更为客观的视角了。首先呢，北京的疫情防控情况呢，当然是目前最敏感的一个观察指标。昨天呢，北京的石景山区呢是正式的宣布说，要求全区的单位和企业要实行居家办公，暂定实施的时间为23号到28号。除了保障基本生活需求的像超市餐饮还有医疗机构等等可以正常的营业以外呢，其他的全部都一律要暂停营业了。如此一来呢，截止到目前为止全北京已经有6个区就是要求要居家办公，而属于首都核心功能区的这个城6区之中呢，它就只剩下了中南海所在的西城区以及东城区这2个区暂时没有说强制居家办公。除此之外呢，实际上还有通州、昌平还有门头沟这么3个区呢，也都宣布说要实施叫做提级管控，而且也是从23号持续到28号。它是以非必要不流动为原则呢，采取一种居家办公的方式。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北京现在16个行政区之中呢，它其实已经有9个区进入了这种实质性的封城状态。这基本上就是上海那个鸳鸯锅封城的翻版了，对吧？同时呢，紧邻北京的天津呢，它也发布了通告，说要求从昨天，也就是22号的早上6点起，天津市的全体居民呢，在各自居住地要保持一个原地相对静止。然后呢，再到指定的地点去进行全员核酸检测，必须要做到不落一户、不漏一人等等。这个天津书记李鸿忠，我们都知道他堪称是党内跟风拍马的第一人了，对吧？这么一个嗅觉灵敏的人，一个随时都可能随风而倒的人呢，他现在大玩这种集体原地静止的鱿鱼游戏，包括北京呢，也在大玩这种不是封城胜似封城的游戏。它客观上其实都体现出来啊，即便是在朝鲜这样近在咫尺的对照的冲击之下呢，习近平他仍然是暂时稳住了自己清零路线的阵脚，尽管这背后的过程可能是不那么轻松的。清零路线对经济的打击呢，它毫无疑问是习近平面临的另外一大短板，它也是被反习势力攻击的最猛烈的焦点之一，对吧？可能朋友们都有看到新闻了，就是说这个周末呢，在大陆的网络最火热的一个消息，就是被称为哑巴开口的马化腾事件。作为这个删帖消耗和风口最大的打手之一的马化腾啊，他一向自己在说话这个问题上是极其的小心的。但是令人例外的是呢，他近日在朋友圈呢有转发了一篇题为除了胡锡进，没人关心经济了这么一篇网络文章，然后呢，他还摘录了一段批评中国的网民并不真正的关心中国经济的文字，然后呢，自己附加了这么一句评论的语言，就说这一段描述的太形象了。所以这个截图呢，它迅速的就在网络给窜红了。大陆的学者张明呢，就为此评论说，马化腾在网上发言，他基本上就等于是哑巴说话，连哑巴都说话了，可是大事不好了。于是乎呢，这个马化腾哑巴说话这个梗啊，它立马就成为一鸣惊人的网络焦点。那么这个焦点它当然就非常的敏感了，它敏感到什么程度呢？马化腾呢随后就出来迅速的辟谣啊，说此前的这个信息是假的，我自己从来没有发过。包括他转发的这篇文章的主角就是胡锡进，他也都被吓住了，他赶紧就在微博发帖给自己来稀释压力，说呀，关心中国经济的岂止老胡啊，各地党委政府哪有不关心域内经济的？然后他又声明说，不要给老胡制造吓人的罪名，也别给我戴什么高帽，像什么除了胡锡进没人关心经济了等等这些说法，他明显是夸张之论等等等等。非常有意思的是呢，与马化腾这个所谓的哑巴说话相对应的，他还出现了徐雷闭嘴。今年4月初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徐雷他是刚刚接任了京东的 CEO 嘛。这个徐雷他在多个媒体区呢，他都有自己的账号，他经常会聊一些有关京东的业务啦、什么足球等等这些话题，应该算是比较活跃的一个人。但是就在近日呢，这个徐雷罕见的相继退出了他所有的媒体群，也就是说自我封口了，不说话了。那么有人就猜测了，这是不是因为徐雷曾经有含蓄的批评了上海的防疫政策，尤其是他提到了物流受阻与上海居民出现大面积的闹饥荒之间的关系。那么这种说法呢，也许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无论什么原因呢，无论马化腾的这个哑巴开口，还是徐雷的自我封口，包括胡锡进的那个对戴高帽的恐惧呀，它其实都只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清零对经济它已经造成非常严重的打击，这种程度它已经严重到甚至连马化腾啊、胡锡进这一类非常小心的人都已经感到是心惊肉跳了，都忍不住出来说了那么几句常识，然后呢又都感到害怕到光速的给自己辟谣，或者是自我进行淡化。它说明什么呢？它就说明清零这根高压线在体制内它依然是通着电的。
马化腾、胡锡进啊，或者是徐雷等等，他只不过是不小心才稍微靠近了这么一点儿，都立马就意识到啊有触电的危险，赶快离开就做鸟兽散了。所以这些迹象呢，他已经在相当的程度上告诉了我们，习近平他当前在党内地位的一种真实状况究竟是什么样的。不仅如此啊，一个更为明显的迹象是，就在昨天，新华社呢又发布了一个重磅预告，它题为“新华社系列报道带你追寻习近平的足迹”。这其实就是一部长达50集的一个系列的微视频，它的名字就叫做《足迹：一路走来的习近平》。这一部系列短视频，它的内容呢是跨越了足足40多年。就是从习近平15岁到梁家河去插队开始说起，一直拍到了他进入中南海执政党国的最高权力，并且还声称说他的足迹是遍及大江南北，他一路走来这个方向从未改变等等。这个系列视频呢，他在今天已经发布了第1集了。它标题是题为叫做过5关有多难，它主要就是讲述了习近平初到梁家河是如何的克服了生活呀、劳动等等难关的一些经历了。值得注意的是啊，大家这个系列视频呢，它是刻意的挑选了一位年轻时尚的女主播来讲述，以不同于新闻联播腔的那种不那么纯正的普通话给你娓娓道来。而且这个时间长度仅仅只有6分钟，这一集它明显就是为了迎合大陆当前较为年轻的这些人群的观看习惯和接受度而做的一种精心的设定。而且我们看到这个视频啊，从它这种标题的字体的选择，到它的内容中插入了一些动画，以及这位年轻女主播叙述语言的使用，它都是精心的运用了卖萌式洗脑的很多的手法。它大幅度地软化了习近平这种独断专行、刚愎自用的亲临第一人的形象，而是要力图的去打造出来一个熟知民生疾苦、有血有肉的一个领袖形象。这当然可以说就是另一种造神的手法了。它其实不同于过去对毛泽东那种战无不胜、永放光芒式的造神的方法，而是用刻意还原他一个普通人的生活经历的方式来造神，就是让你觉得这个人呢，他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被供起来的很抽象很虚幻的神，而是活生生的从一个普通人这么一步步经过摔打才走上了金字塔尖的百炼成钢的一个很具体的很真实的领袖的形象。这个才是这一部系列片他想要表达的最核心的主题，就是一个领袖他是如何诞生的。有这个香港的亲共媒体呢，在今天是有引述了北京的消息人士的说法，就说在核心称号之外啊，习近平他还将计划在秋天的20大要正式的获得官方所认可的领袖这个称号。如果他要真的兑现了，那么习近平就将成为继毛泽东之后第2个在党内正式的获得领袖这个称谓的最高领导人。这其实就是我们过去所说的劝进了。在此前的节目中呢，我就和大家有讨论过，就说中共官方对习近平的劝进这种造势呢，它会从民间递进到官方，从地方推进到中央。广西不是在5月中旬就有手提嘛，提这个什么拥戴捍卫追随领袖这个口号。在此之后呢，你看呢，现在新华社就开始发布这个系列的微视频了。虽然他没有直接的提到领袖2字，但是呢，他却明确的有点出了叫做带你一起追寻习近平的足迹。这个与追随领袖的主题，它只不过就是一步之遥嘛，对吧？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北京的政局，它明显出现了2条线。一条线呢是在官方的层面，就是对习近平的造神造势呢，它在按部就班、步步为营的进行，它明显是在为他连任去铺路的。那么另外一条线呢，它是在民间的这个层面，就是不断的有各种高层的内幕啊，从不同的渠道流出到海外爆料，然后呢再出口转内销。
他要么就是说习近平得了绝症，而且还不止一种，甚至现在还有消息说他有可能是感染了中共病毒，被暂时给隔离了；要么就是他众叛亲离了，他大权旁落了，不但这个李升习将是吧，连这个最心腹的亲信栗战书也都出来带头反对他了，等等等等。这些信息呢，它其实是真假混杂。但总之呢，它其实就是要释放一个核心的信息，也就是习近平已经下课，或者是即将下课，反正他不可能连任了。那么哪个更接近真实状态呢？我们从刚才讨论的这个清零政策、经济议题的敏感性，还有就是党媒的这个重磅的文宣造势这3大观察指标呢，就可以看到习近平现在的权力基础呢，它其实大体上依然还是稳固的。李克强呢，在经济领域的话语权的确是有看涨，他固然是反习派逼宫的一个结果，毕竟超过腰斩的这样一种经济数据呢，它让习近平是很难说得起硬话的。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这何尝又不是习近平以退为进的一种策略呢？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谁都知道这个经济腰斩啊，它其实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清零导致的，对吧？但是习近平他现在却咬定清零不放松，反过来呢，让李克强从这个技术层面去收拾这种经济的残局。要是搞好了呢，他习近平依然是可以争功的，可以宣称说，你看我们鱼和熊掌同样可以兼得。如果万一要是没有搞好，那么这个责任他就得由李克强去背了。你呢？你头版也给你上了，你要罢评啊，也给你罢过了，这个监管风暴什么的这些措施我也都给你停了，总不能说没有给你权利，没有给你创造条件，对吧？要是这样，你这个经济再没有搞好，没有起色，那就不是我的责任了。总之呢，目前看起来，习近平他是没有那么容易被搞下课的，但是呢，他也没有那么容易可以轻松的就达成连任。所以最大的可能呢，应该是双方他依然还在这种博弈之中，无论哪方占上风或者是落了下风，它可能都只是一种阶段性的。至少目前呢，我们都还没有看到有任何一方已经说是一锤定音、大获全胜的这种迹象。好的，剩下还有一点时间呢，我们还是要来和大家说一说另外一个重大事件，就是拜登的亚洲之行。拜登这一次高调出行呢，他是美国战略重心重新回到印太地区的重要标志。大家可能都看到新闻了，就说拜登呢，他是先访问了韩国，并且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参观了三星公司。然后呢，他又在日本发出了2个重量级的信息，一个呢是他首次明确的宣布说美国将会保护台湾，第二个呢就是宣布印太经济框架正式的成立，但是他却排除了台湾。在今天呢，拜登是与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进行了面谈，谈完以后呢，就开了一个记者发布会，就有记者直接的问这个拜登说，如果台湾被中共攻击了，那么美国是否会军事介入呢？拜登当时就回答说，是的，这是我们做出的承诺。然后呢，他就强调说，美国仍然是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但是这一个政策并没有赋予中国武力夺取台湾的权利。我们都知道在去年10月，拜登他也曾经在一次市政厅的会议上，就是回答民众提问的时候呢，他有说过，说美国将会保护台湾的。但是呢，那个其实它是属于一个非官方的场合。你像今天这样的与日本首相一起举行的这种正式记者会的场合，他来公开明确的做出了这样一个表态，我们严格的说他是自1979年以来的第一次。虽然我们看到白宫的官员呢，照例是在事后来发表了一份声明，淡化拜登的说法，称说美国的相关政策并没有变化。这个中共的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呢，他也是照例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对拜登的这个言论呢，表示说我们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等等。其实这些呢，他都无损于这一次拜登这个表态的影响。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表态，它不仅是把美国的台海战略往这个清晰化一端移动了一大步，而且更重要的是
美国政府是借此郑重地厘清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什么概念呢？就是美国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与军事介入台海并不矛盾，因为美国从来都没有承认过中共对台湾拥有合法的主权管辖地位。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是美国政府毫无疑问的一个清晰化的动作。这个与布林肯的那个国务院官方网站此前他不是删除掉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等等文字吗？我们看到它二者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呢，拜登他这一次的表态，他绝不是什么口误，而是美国他已经一个成型的既定政策的宣示了。而且这种宣示，它同样是经过了一些精心的安排，步步铺垫，才走到了今天的。当然了，我们说这个军事介入保卫台湾和直接出兵保卫台湾，它还不完全是一回事儿，对吧？就像支持乌克兰一样的提供很多的武器和提供情报支持，甚至派遣很多的教官来指导培训台湾的军人等等，也可以叫做是军事的介入了。所以他在这里可以看到，美国依然是保留了一定的模糊的空间，但是这个余地呢，可以说它已经很小了。这个对中共来说，他们就必须意识到一件事儿：如果说中共继续耀武扬威，继续的单方面打破台海的现状，那么美国的下一步动作只会更加的清晰化，这个迟早会把中共自己逼入到一种无法回头的绝路上去。至于说刚才提到这个印太经济框架的成立呢，它的矛头当然是冲着中共而来的了。这个框架呢，它并不包括降低关税或者是开放市场准入等等这些传统的贸易方面的措施，它是非常关键的侧重了一个重点，就是说让关键的供应链要离开中国，并且让这个框架呢成为未来的清洁能源和数字科技产业的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这个重点，它的核心就是芯片。我们看到这次拜登的亚洲行呢，他把韩国排在了日本的前面，这其实是比较少见的。而且他第一个参观的地方就是三星公司的芯片厂。所以我们就会知道它的印太经济框架的重心在什么地方了。我们从这个意义上面来看呢，印太经济框架它的初创成员国之中没有纳入台湾呢，它其实就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动作了。在芯片为核心的高科技产业的供应链中呢，台湾它当仁不让的是居于一种无可替代的核心位置，对吧？这个是众所周知的。所以美国政府它明显是出于政治的考量，才暂时排除掉了台湾。这个与拜登他对这个保卫台湾的表态，你看他刚好是达成了某种平衡。也就是说呢，台湾它没能在第一批进入这个框架，它并不代表说美国在弱化台湾的地位，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台湾过于重要而且过于敏感了，美方呢才不想太过于刺激中共，而这个呢，它也不一定就代表说美国是怕了中共。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赞同台湾学者吴嘉农先生的观点，就是美国现在不想过度的去刺激中共呢，导致习近平可以借此为由，迫使反对派一致对外，从而让他获得更加稳固的一个地位。所以大家看到吗，在中共的这种红墙内部的搏斗之中呢，其实美国是一个非常微妙的角色，它既需要从外部去施加压力，但是呢又不能过头了。这其实是一种事实上的参与方的角色，这个呢是我们现在观察这个中共政局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和重要的视角。好的，今天呢我们就暂时聊到这里了，谢谢各位的观看和收听，我们下次再见。